这个空是宽容的，它包容一切，却又不受任何束缚。举个例子啊，如果你把自己的手机也给空了，那么你发现你每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连工作生活都不能自理，那么你显然就是被这个空所束缚住，从而走火入魔。如果上天创造了一道光，那么你就是那道光。欢迎各位家人们，这里是老友记，我是大钊。恭祝老友记的家人们新年快乐！这期大钊将带你们认识一下2024年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说不定等你熟悉了自己的世界，还能从中找到不一样的收获。翻开2024年一年的大事儿、小事儿，似乎每个推送、每一个报道都在讲一个难字儿。经济低迷，什么失业率上升，全球气候灾难，什么社会不安，一切似乎都被这些沉重的标签给定义了。在朋友圈里，在新闻头条上，常常听到大家叹气儿，说今年又怎么难过啦，怎么挣不着钱啦，多么不容易啊！甚至都有不少人开始感慨，是不是世界末日要来了呀？对此呢，我也表示不敢反驳，因为能够坐在这里，就说明我也是一个共情者。大钊之前是一名视频全案工作者。什么是视频全案呢？例如策划、导演、编剧、摄影，甚至后期，这些视频类的工种都会涉猎到。说回来呢，老友记是从2024年12月4号开始发表第一期的，而在23年同时期的12月份，大钊还天天忙着外出拍片子。懂行的都知道啊，每年的后半年是视频业务的旺季，一般每年都得忙到除夕夜才行，所以只好跑来开辟新赛道。所以啊，你的苦我可能也懂那么一点点。言归正传啊，咱们今天来通过几个关键词研究一下过去的2024年，咱们到底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到底是不是传说中的那样。低欲望社会，一个在日本率先被提出，却在全世界年轻一代中正在悄然蔓延的一个现象。那什么是低欲望社会？一说起低欲望、低消费，在有些人眼里就是躺平、摆烂、不思进取。那这些现象看似是一种退步的选择，实际上却是一种深刻的反思。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人们开始被什么成功学的光环所吸引，什么职业晋升、婚姻美满、家庭幸福，这些就像是人生价值的标尺。你要做不到，你就是个 loser。现在你会发现，不仅是在中国，在日本，在韩国，甚至一些欧美国家，年轻人普遍放缓了生活节奏，不再盲目追求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他们更愿意选择简单实用的生活方式，减少不必要的物质积累，也就是减少花钱。什么高档餐厅啊、奢侈品的购物啊、豪车豪宅，逐渐淡化出了年轻人的视野。其次就是对婚姻跟生育的冷淡。面对死贵的生活成本，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下，像什么烂尾房、烂尾娃层出不穷，所以婚姻跟家庭的吸引力就不断下降，就没有那么重要。再加上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啊，年轻人呢对传统家庭模式的那种生活显然就没有兴趣了。像什么结婚、买房、生孩子，这些曾经被以为人类的标配，现在正在被许多年轻人放弃，转而追求的是更多的个人自由跟生活质量。在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时代啊，有一个词儿悄然走红，它不仅穿梭于学术的殿堂，更深深地烙印在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那就是内卷化。内卷化这个名词呀，本来是一个源自社会学的概念。内卷化的主要特征有两个，一个是过度竞争，就是各方在不断增加投入、提高努力，试图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而这种竞争往往并不带来真正的增值，反而可能让大家陷入一种焦虑跟压力之中。内卷化的第二个特征呢，就是无效劳动跟资源浪费。本应促进个人跟社会发展的努力，往往变得重复、无效，甚至导致个人跟集体的资源浪费。例如在教育跟职场领域的竞争，可能并没有带来什么相应的长远利益，反而让每个人的精力啊、时间都浪费在没意义的斗争上。
听起来有些抽象，但是你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无处不在。我家小明呀，钢琴4级，奥数金奖，还精通3国语言。哼，我家小花已经开始研究量子物理了，还顺便拿了几个编程大赛的奖。哎，我说，这哪里是教育孩子，简直是培养超人嘛！家长们，咱们能不能给孩子们留点时间，让他们去拯救世界前，先学会怎么愉快地玩耍呢？哼，就你最选。就是这事。这2年一说起教育啊，都是什么鸡娃、烂尾娃，什么精英孩子、佛系家长、拼命三娘、拼命三郎、功利主义家长，这种潮词儿真是层出不穷。我本身身在北京啊，经常听到周围的朋友们都在谈论什么鸡娃攻略，什么海淀的孩子啊、西城区的孩子们啊，都站在教育领域的天花板。他们每天花费重金穿梭于各个补习班、特长班之间，尤其是到了高考的那一年，有的家长甚至会花费高达300万美元来请清北的学霸们来给鸡娃冲刺。那么问题来了，家长们不惜重金是自己一厢情愿的做法，结果就是导致孩子们背负着沉重的书包跟家长的殷切愿望，穿梭于各种辅导班啊、特长班之间，只为那一张通往名校的入场券。考试已经不再是对知识的检验，而是变成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分数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有多少人在这条路上迷失了自我，忘记了学习的初衷跟乐趣？如果说教育是内卷化的前哨战，那么职场无疑就是这场竞争的主战场。也许你已经听说过什么996的工作制，甚至有些公司推崇的是007，每天工作14个小时，甚至没有假期。同事们见面的第一句话不再是什么吃了吗，而是今天你码了多少代码，你写了几篇报告，你做了几个 PPT 啊。这种过度的工作文化呀，表面上看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生产力跟业绩，而实际上却可能在一个永无止境的竞争轮回中消耗了自己所有的能量。内卷化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走出内卷化的怪圈，活出更有意义的生活。这是一件比3体人到访还让人上头的事儿。数字沉迷与信息过载，想象一下，如果时光能倒流，没有 WiFi、4G、5G， 甚至3G 的日子，那时候的人们啊，面对面聊天还得靠吼，约会迟到全靠腿跑。你有没有过这样一种体验？早上一睁开眼，必须刷一遍社交媒体才能启动大脑。比如朋友圈发了什么新动态啊，3体人什么时候抵达地球啊，第3次世界大战开打了吗？ What？ 总之，手机就像你的眼睛、鼻子、耳朵，成了你的一部分。从起床开始刷，点，刷完朋友圈再来刷抖音，然后你就发现，哎，天黑了。即便晚上上了炕，明明眼皮困得打架，还得再刷个朋友圈、抖音、小红书，生怕错过全世界。这可真是一机在手，天下我有。有没有感觉自己每天一起床就跟手机进行时间赛跑，而赢的对手一直是手机？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时候你觉得是你在玩手机呢，还是手机在玩你呢？一个字，绝。信息过载的后果啊非常明显，什么焦虑、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波动频繁，尤其能体现在孩子身上。你家的孩子有没有这种现象？甚至有时候还会对自己产生怀疑，我到底在干什么？那么你要不要醒一醒，适度断舍离信息跟数字世界，做一个从手机屏幕上拔出自己手指的一个现代人？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比如刚刚咱们还谈到低欲望社会、就业难、躺平、内卷，就是说咱们现在的社会挣钱难，生存难。而有一个群体恰恰相反，就是咱们接下来要讲的精英阶级。如果这种说法你理解不了，那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2024年，特斯拉的市值从4500亿美元涨到了7000亿美元，字节跳动从4000亿美元暴涨至6000亿美元，苹果涨到了3万亿美元，微软涨到了3万亿美元，英伟达突破了1万亿美元。
还有什么亚马逊呀、Spectra 呀、台积电呀、Facebook、阿里巴巴、比亚迪等都在爆炸式增长。听了有啥感想？没错，你就是那批韭菜，早被人家割了 N 茬子。不信大家可以仔细想想，在座的各位有谁没有被刚刚的这些企业割过韭菜？大家还记不记得80后看电影的时候，台词动辄就是100万巨款，到了90后就成了1000万巨款，而到了00后就是亿为单位，到了10后那动辄就是上百亿为单位。而这些企业跟技术单位所形容的幕后群体就是精英阶级。什么？你说中产也是精英阶级？别闹别闹，咱们来看看关于精英阶级的关键词儿有哪些：共济会、圣殿骑士团、银行家、财阀，甚至董王口中操纵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子政府。在座的同志们觉得自己算是哪个群体中的一员？说白了，精英就是有钱人，剩下的就是穷人。那么这就说到贫富差距了，那画面感就歘歘的来了。在美国，有人住在镶金嵌银的豪宅里，天天的烦恼就是今天开哪辆豪车出门啊。而就在他们的家门口，或许就有一批人每天为面包发愁，想着怎么样才能让这周的菜单多一点花样。更别提叙利亚的同志们连1分钱的大饼都没得吃了。再来看社会阶层固化这事儿啊，教育啊就成了那条起跑线。那不同的是，有的人终点在罗马，而有的人出生在罗马。再看看就业市场，都说现在的大学生毕业就等于失业，家里没点东西就想进门，没门。那至于怎么样才能跨越阶级成为人上人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咱们会专门做一期来聊一聊怎么跨越阶级。我买双鞋500，500是人穿的吗？老子那双998都不到1K。2盘菜，看我的脚，见过吗？3000的鞋子。我这双鞋双11折扣季买的只花了198，那么贵？看我那双只花了98，好评还返5块券，9折，老子这双免费试穿。现在的年轻人们见面都流行反向攀比，在这个全球化消费文化满天飞的时代，年轻人们越来越聪明，他们不再盲目的跟风，不再为了炫耀而买，相反，他们开始反思，开始觉醒，觉得那些过度的消费跟浪费简直就是对生命的亵渎啊！于是啊，这反消费主义跟极简主义就像2股清流，悄悄地在我们中间流行了起来。佛说，空的境界既无所执着，亦无所丧失，而极简主义的奥义就是佛家理论空。注意啊，这里的空不是指的什么都没有，它指的是与其一直买，让钱包一直处于空仓的模式，那不如对生活中的繁杂事物做减法，得到的回报就是既省钱又省事儿。所以啊，这个空是宽容的，它包容一切，却又不受任何束缚。举个例子啊，如果你把自己的手机也给空了，那么你发现你每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连工作生活都不能自理，那么你显然就是被这个空所束缚住，从而走火入魔了。反乌托邦情绪啊，也许你听到这几个字，脑袋里立马浮现出一些科幻电影里的画面，什么城市废墟啊，天空阴沉啊，社会动荡不安啦。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自动化、基因工程，就连刚刚出来的6代机似乎都成了普通人都能驾驭的自动座驾。那么谁又不想拥有什么超智能机器人助手，或者让自己永远不得病？但是啊，科技的进步并不是单纯的好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这些技术所带来的伦理问题，比如隐私的侵犯、社会的不公平，还有人类能否真正掌控它们。毕竟很多科幻电影里都是 AI 消灭人类。想象一下，未来的大企业或者科技巨头可能会完全掌控咱们的生活，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被监控，个人信息随时被贩卖，你能做到的只是接受，是不是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头皮发麻呀？而且啊，随着人工智能自动化的普及，不少工作岗位正在消失。在工厂里，机器人正在取代人工，
司机、快递员的工作，甚至连写作、设计也开始被 AI 夺走。那么人类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人类不再是劳动的主力，那人类的价值该如何定义？咱们还是得相信有黑暗的地方它就有光明。在这种悲观的氛围中，未来主义的声音也开始出现，试图拨乱反正，给人类带来一些希望。他们觉得AI 不仅可以替代工作，甚至能解放人类，让人类有更多的精力向更高的维度发展。你有没有这么一个瞬间，你想去看看世界，结果家长想让你考公；你想去追求真爱，结果家长天天逼着你去相亲，总感觉有一股力量在阻碍自己的人生。没错，它就是年轻人跟老一代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激烈碰撞。老一辈人往往认为工作就是一种责任，拥有一份安定稳定的职业才是真正的成功，而年轻人呢，更多是关注自我的实现，他们更加渴望表现自己、证明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挣的是梦想的钱，活的是自我的人生。这两代人在面对社会的大环境时，也在上演着你有你的压力，我有我的困境。年轻人面临的就业难找工作难、低收入、房价高、什么生活成本让人窒息在上一代人的眼里似乎变得微不足道，甚至有的人都会嘲讽现在的年轻人真不懂事，哪来的这么多抱怨？当然，上一代人的传统观念并非完全不对，他们更偏向于富贵稳中求。但是现在的社会、科技、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年轻人所面临的挑战已经远远地超出他们的预期了。那怎么办呢？代际之间的矛盾就这样愈演愈烈。事实上，代际差异与社会矛盾并不是对立的选择，而是可以并存并互补的力量。想要解决问题，就去炫火锅。没有什么问题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有就是2顿。这是年轻人的话术，重点是需要大家坐下来认真的倾听，能够站在彼此的立场，寻找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方为上策。怎么样？这回对你当下身处的社会有没有一个基础的了解？好像咱们听到的还真就是那种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感觉。但是就在最近的12月份，你有没有听说过下面这些事儿？中国东风31A 机发射到美国的后院，中国076四川舰下水，毛主席的生日也就是12月26号，中国又试飞了第6代战机。大钊想要表达的是，现在的老美又带着他的一帮小弟，忙活着编织各种无稽之谈，企图用这些凭空捏造的剧本挑起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种自编自导自演的把戏，说白了就是典型的伤敌100自损8000的一个缺德事儿。这种低级的手段既不光彩也没有意义，但却让整个世界都卷进了这场无休止的政治博弈之中。正是在这种国际局势动荡、外部压力巨大、经济低迷的背景下，咱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难免受到了冲击跟影响。现在的中国一直在竭尽全力地抵御外部势力，直面国际政治的风风雨雨，依旧屹立不倒，挺直了脊梁。这其中所有的艰难与付出，都在每一刻，都在每一寸土地上，守护着我们的岁月静好。也许咱们老百姓没有身处在政治的棋局中，但是作为普通的一个百姓咱们应该能够感受到这份伟大的力量。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2024还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多事之秋。下期大钊讲跟大家说一说2024的版本答案，即将开启的战国时代。感谢各位家人们跟大钊一起在老友记燃烧青春的热血，点赞订阅不迷路，下期再见。